接连几场秋雨，1至9月，盛京过了寒露。你来了，东西呢？戚公子，你再沉不住气，当心被戚大人觉出端倪，那时可就真一点余地也没有了。戚玉台忍耐片刻，只等陆童随他进了里屋，施针行刺。东西呢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没有？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你想用这东西吊着我，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命。戚公子，明日就是祭典大礼，戚大人对此次祭典十分看重，不可出半分差错。我每日进府前，既要由贵府婢女搜身，若被察觉，对你我2人都没好处。你不是挺聪明吗？想办法骗过搜身对你有何难？你根本就是不想。府上搜查严苛，门口又有人盯得紧，下官不敢冒险。不过下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戚公子如今急症未消，戚大人爱子之心正浓，因此平日只让公子在府中调养，公子不得离府。但天章台祭典，公子可寻到空隙。你让我在祭典上服侍？祭典是皇家大事，一旦被发现是重罪。你想害死我，你其心可诛啊！非也。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宫中祭典大礼，祭典之前，白日有水殿征标，诸军百戏。祭典过后，挪移完毕。听说陛下登楼台，百官共阅烟火。大挪移前，可得空隙时机。你还知道大挪移？祭典那日，下官要随医官院一同前往席上。你真的没动歪心思啊？戚公子若能忍到祭典后几日，那是再好不过，下官也不必冒此风险。为何还要等到祭典后啊？戚大人当初告知下官，务必在祭典前维持戚公子康健。戚公子如今病已痊愈，待祭典一过，下官回到医官院，也不便日日登门为戚公子行诊，太过反常，也会使戚大人怀疑。罢了罢了，就信你一回。你要是敢耍花样，下官不敢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我纳你进门，你我自然能日日相见。哼，比起给金显荣做妾，做太师府的侍妾可要好得多呢，是不是？陆童不语。戚玉台有些无趣，不过一想到明日傍晚挪移前，或许能服食一点药散，一解狂饮，不由心中期待起来，唯愿快些到明日。东西呢？陆童不语，从袖中摸出了一只纸包。你倒会选地方。陆童摸索起面前木偶的肚腹处，用力一扳，紧接着一扇小门弹开。你进去。什么意思啊？门外随时有人进来，躲在此处也不安全，不如藏在木偶腹中。挪移亥时开始，约莫1个时辰后，会有仪官来此。戚公子若在一盏茶间服尽药散，药效消失后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可假称走错路行至此处，不会被人发现端倪。你果然胆子很大，不知在其他地方可也一样胆大。戚公子最好抓紧时间。他蜷缩着坐在里头，四面逼侧，视线稍低处有一点微微的裂缝，恰可将外头的光照进一丝。他不知这裂缝有何用。哎，这里真的安全？只要戚公子在药效过前待在这里，1个时辰里，应当都是安全的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愿公子尽兴。陆童说完，站起身来。门被徐徐掩上，四周一片安静，唯有裂缝中透来的光照在偶人肚腹里。事不宜迟，戚玉台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，深深地嗅了一口，神情间顿时陶醉。他兀自沉浸在久违的快活中，不曾察觉身后有视线。陆童回到长乐池席上时，哎呀，你去哪里了？
我找了一圈都没见着你的影子。去净房回来后迷路了，问了宫女才走回来。你不常进宫，不知道路也是寻常。哎，刚刚裴烈帅过来找你。找我做什么？不知道。见你不在，他就走了。正说着，长乐池更远处竟有乐声传来。哎，快！挪移要开始了。说起来，我刚才真怕你耽误时候，赶不上的挪移开始，常一正回头又要罚你了。不会，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今年挪移提前1个时辰，戌时就要开始吗？我算好时辰的。另一头，长席不远处，戚华莹看着身边空位，眉眼闪过一丝焦灼。还未找到哥哥。下人摇了摇头。糟了，可有将此事告知父亲？挪祭将要开始，太师大人已经去了亲事官那里。看来只有寄希望于七玉台只是暂时离席未归，若真犯忌，也怕是个无人察觉之地。库房里油灯隐隐绰绰，满地披发甲面，香烛锦绣中，木偶静静伫立。大梁要是这样，多来几次蝗灾、洪灾、旱灾或是什么的灾祸就好了。这样，陛下就能年年驱挪，我便能次次销魂。哎呀，这东西倒是挺沉的。你要不钻进去看看？我可不想倒霉。晦气！挪礼快开始了，赶紧把东西送上去吧。长乐池边火焰骤起，团团青烟里渐渐显出一群戴假面之人。12名鬼面仪式跳着驱挪舞，最中间围绕着一只1人来高的木偶人。这是瘟神。从前挪礼不曾见此物，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，陆妹妹，你不是第一次参加大礼吗？你怎会认得此物？书上看来的，一定是家人天上保佑，才会让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。长乐池边，烟火烧灯亮如白昼，袅袅青烟中，太师温和地笑着，不似驱鬼将军，更像清明之上仙人，慈眉善目，高高在上。他举起手中的长剑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杀瘟神。人群的欢呼与鬼魅挪歌混在一处，颠簸终于将藏在偶人肚腹的人唤醒。戚玉台猛地睁开眼睛。这是哪里？头疼欲裂，他已经想不起自己睡了多久，只下意识地将眼睛贴上偶人那丝狭窄的缝隙，朝着外头的亮光看去。他看到了父亲。这是挪礼？可挪礼不是辰时才开始？我扶伞到药秀尽失，至多也不过1炷香的功夫，为何挪礼已经开始了？他想起来父亲要做什么，挪礼的最后一环叫杀瘟神。父亲会杀了我，我不能待在这里，我会死的。这一刻顾不得会造成何种影响，戚玉台下意识想大喊出声，然而甫一开口，却发现嗓音变得极细，隔着偶人难以令人察觉。戚玉台又回头摸索，偶人狭窄，肚腹却倏然变得很大，他摸不出门缝何处，似被人从外头关上。冥冥之中，他变成了一只逃不出去、飞不起来的笼中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无人回答。戚玉台把眼睛贴近那道缝隙，父亲的脸近在咫尺。他努力地叫着父亲的名字，发了疯般拍打。父亲默然微笑地看着他，如看一尊恶心的、令人厌恶的异鬼，朝他走近。扑哧一声，轰！
一簇烟火冲上夜空，红红白白。雷神走了！皇城之中，夜空陡然被烟焰遮蔽，璀璨飞鸟划过一切。这欢乐的乐声如除夕新年，惹得圣经人人叹慨。爆竹声、欢呼声、鼓乐声混在一处，肆意乱舞的火苗里，却有嫣红血迹顺着偶人肚腹渐渐流淌下来。喧闹声夹杂尖叫声，长乐池边渐渐乱成一团。裴云映在人群中奔走，目光掠过无数或茫然或惊恐的人，肆意搜索。他看到了陆童，陆童站在人群里，站在池水边，正仰头看头顶烟火，唇角带了一丝柔和微笑。他笑得很开心，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。太师府中嫡子戚玉台死了。陆医官，我有话同你说。戚玉台死了，先前院使出事，你替院使为戚玉台施诊。如今戚少爷虽死于挪离剑下，但挪离偶人中发现他曾服用寒湿散痕迹，入内御医一定会查看他过往医案。虽然此事与你无关，但太师府或许会迁怒于你。我知道。别担心，医官院可以为你作证，你是清白的。其实今日纪医官不找我，我也要来找纪医官的。纪询不解，有件事我想请纪医官帮忙。何事？正如纪医官所言，太师府或许迁怒于我。我出身平凡，亦无父母兄长在世，孑然一身，死不足惜。然而我入医官院前，曾坐管于西街一处小医馆，其中东家、婢女、伙计、坐管大夫与我并不相熟，不过偶然相处一段时间，他们对我亦一无所知。我知纪医官心底仁善，说我之后不幸出事，请纪医官看在你我二人苏南故乡相处数日的份上，护住仁心医馆。此等大恩大德，陆童没齿难忘。何以突然这样说？就算太师府心有迁怒，但并无证据，如何随意定罪于人？更无提及迁怒西街医馆。陆医官还是不要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。若纪医官不答应，我便不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今圣经一切寒湿散禁用，七大公子的寒湿散究竟从何处得来？身侧并无人回答。纪询抬头，陆童已经走远了，似乎未曾听到他的问题。今夜戌时，你将此信送至殿帅府段小燕手中，要他交给裴云映。姑娘为何不自己交给他？有些话我无法当面同他说清楚。银铮，你能不能帮我？姑娘，你该不会要与裴殿帅一刀两断，划清干系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为何是戌时？我明日晚些才会去医官院，今晚想吃仁和店的荔枝腰子熬鸭，你去买一碗，回来时顺带将信带去殿帅府可好？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去排队，顺带再买点酒香烧螺。银铮，怎么？路上小心。银铮出去了，院子里恢复了安静。陆童盯着窗外梅树看了一会儿，收回目光，拿起榻边那条玉色襦裙换上。他拿起桌上木梳，细细的梳理满头乌发，细心的梳好发髻，末了插上一支木槿花簪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离开妆台，打开木柜，从木柜中取出4只瓷罐。他拿着瓷罐走到梅树下，将瓷罐中的泥土倒出来，一并掩埋在花泥里，
最后，陆童再看了一眼小院儿，关上门，提灯出了医馆。我要回家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朱门大户前，灯笼摇摇晃晃。陆童在太师府门前停下脚步。戚玉台死了，挪移大礼，众目睽睽，漫天烟火，天子脚下，他死得轰轰烈烈。真好，他早该死了，也不枉他这些日子一片苦心。他不必寻出证据，也不必验证是真是假，只要怀疑，就可以置我于死地。接着继续提灯走到那扇朱色大门前，轻轻扣了扣门上的兽面门把。下官医官院医官陆童，有要事请见戚大人。陆童随门房往里走，才要跨门，忽觉腕间一痛，一只手从旁伸过来，牢牢地握住他手腕，将他拽得往后一跌。裴云映，走。陆童正欲挣扎，他力气却大得出奇，陆童几乎是被拽着走。放开我！他低喝着。裴云映面无表情将他推进马车。安静。浓重墨色杳无尽头。砰的一声，陆童被甩进屋里。去哪儿？与你何干？殿帅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去太师府打算做什么？陆童沉默。说话。戚玉台死了，我去拿医案。这又怎么了？拿医案？裴云映点头，蓦地抓住他手腕。这是什么？裴云映冷笑，抓着陆童的手往自己手背间抓去。别碰我！陆童攥紧拳，但他却在这双手上仔细涂满淡淡的扣丹，用来藏匿指甲中见血封喉之毒。没想到被裴云映一眼看了出来。殿帅不是三皇子的人吧？黄毛岗猎场，太子与三皇子同时遇刺，殿下打压惩治太子，以致三皇子得了先机。枢密院与殿前司是死对头，你却对枢密院一众事务熟悉无比。你和延虚根本不是对手，是暗地中的盟友，兵权分离，只是为了让皇上放心。没否认，我猜对了。枢密院明明是太子的拥簇者，却与殿前司私下往来。你二人既不效忠三皇子，也不效忠太子，更不效忠于陛下。你们效忠的是谁？宁王就是你们要推举上位的人吗？裴云映低眸淡漠地看着他。想要推举宁王上位，似乎还缺一个理由。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想不想听？殿帅不如与我做一个交易。今夜说我能成功杀了齐青，我会告诉天下人，我是袁瑶的人，是三皇子让我这么做的。或者我杀了齐青，你再来抓我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功绩，你亲手杀了我，向袁瑶邀功，更能取得他的信任。作为交易，你替我护住仁心医馆。这就是你的打算？你杀戚青，替他们除去最后一个隐患，将来一旦事发，仁心医馆诸人尽可全身而退，再无后顾之忧。不好吗？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若成功，将来他登上大位，殿帅从龙之功必然会收获不少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有权就能选择一切。难道你不想往上爬吗？我更在乎你，陆童，我更喜欢你。我已经知道了你全部的秘密，你还不杀了我吗？别总想着死，
你的家人若还在人世，只会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可我不想活着。殿帅，我同你不一样。你有姐姐，有宝珠，你父亲尚在人世，不管爱也好，恨也罢，与人世间尚有牵绊。但我没有。复仇结束了，我已经做完了该做之事，如是而已。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让裴云映明白，他应该是个死人，他早该是个死人。复仇是他强留在人世的一口气，这口气支撑着他走到现在。如今这口气散了，他再也无支撑之物，只想坠落。那我呢？你打点所有，周全一切，用心庇护人心医馆所有人，明知我对你心意，却要让我眼睁睁看着你送死，你从没考虑过我吗？不曾考虑过吗？为何这样对他？青年沉默地望着他良久，叹了口气，像是终于败下阵来。大仇得报，你爹娘兄子在天有灵，想要看见的只是你平安快乐。陆大夫，要学会珍爱自己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让别人来。陆童握着杯盏的手紧了紧，蓦地一把拂开。清风打听的人说，长武县的陆三姑娘小时候脾气很大，我还以为是骗人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为何拦我？不想你送死。我只想杀了他。我替你杀了季青。我不相信任何人。但你可以相信我，陆童，你可以相信我。就算你讨厌我，就算你不在意我的感受，难道你也不在乎人心医馆其他人？银铮、杜长青、苗良芳、阿成、林丹青、季勋，你真的舍得抛下这一切，对这些人和事没有一丝留恋吗？我要回去了。不行，在你打消这个念头前，我都会守着你。如果你不想见我，就换别人来。青年起身推门走了出去。守好他，别让他出去。若出了半点纰漏，唯你二人试问。是。这么晚了，大人是去哪儿？太师府。裴殿帅，戚大人节哀。刚才呀，下人说陆医官来过府上，被你带走了。你想救他？你想杀他？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自小呢千娇百宠，不曾受过什么委屈，本指望他光耀门楣呀，为了资质平庸，命格短促。你父亲比我命好，有你这样优秀的儿子，裴家将来前程不可限量啊！大人不必将我和昭宁公府绑在一处。所以你要为了一个医女背弃裴家？不曾同行之人，何来背弃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娘当初为何而死？你是替三皇子来告诫老夫？不是，我是替自己来告诉大人，别碰他。玉台出事前，只与他一人来往甚密，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就算是与他无关，此女也绝不可留。我若要他死，你又如何对我动手？太师大人年事已高，我怎么能对长者动手呢？戚家刚死了儿子，可还有个女儿。你敢？5年前皇家夜宴，太师见过我杀人的，大人不妨试试，是你的人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
你动他，我就杀你。最心爱的人。他没有开玩笑，走到门口的戚华营脸色顿时苍白。裴云映淡淡扫他一眼，那眼神令他胆寒。直到对方离开，戚华营也没有从那一眼的恐惧中回过神儿来。爹，我只有一儿一女啊，儿子如今躺在棺材里，女儿自小出死，圣经无不称赞端庄得体，但这得体在倾盆大雨来临前不值一提呀。若我将来身死，谁能护佑戚华营？竟已穷途末路了。忽然间，远处石菖蒲匆忙奔来，拉起长进就往一边走，隐隐有声音传来：出大事了！圣经确实出大事了，陛下驾崩了。短短数日，太子身死，三皇子入狱，竟由宁王登上龙椅。陆童放下药碗，向着长进走去。医正，驿站传来的消息里，可有提过太师府的晋文？提了。三皇子弑君一案，株连蔓延，带出了不少朝臣。戚家也在其中为三皇子出力。凡与太师府有接触的列侯同击，坐党一灭，戚家抄斩三族。大仇彻底得报，他做完一切本该觉得快意，然而那快意之后，却如远处结了薄冰的蜿蜒大河，苍苍茫茫，不知流往何处。陆医官，这回带你回到圣京，倒不必担心戚家迁怒于你了。陆童点点头，却没有立刻走开。陆医官可还有别的事？医正，可还听到裴殿帅的消息？他去齐水了。齐水？齐水兵乱，先前陛下派镇威将军前去平乱，三皇子犯下如此罪责，陈国公一脉全被牵连。陛下收回兵权，令裴殿帅赶往齐水，数日前已出发了。他们脚程快，齐水与苏南隔得不远，或许比咱们更早到达目的地。陆童沉默，常进看着他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。裴云映竟去了齐水，他是宁王的人，暗中筹谋许久，无非为的就是这一刻。如今大局已定，宁王登上皇位，待他一如往昔，是件好事。他更有能力去做想做之事，保护自己想保护之人。陆童低眸，伸手抚过心口，那里有残留一痛隐隐传来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死在圣京，没想到最后却是苏南。故事开始之地，终于故事结局。或许死在那里也不错。齐水匪乱有一阵子了，听外头的人传信说，此次带兵的首领骁勇善战，短短数日，乱兵尽数伏诛，拿货挡手，清剿贼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药粮被偷了！蔡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匪寇？是苏南的地头蛇。知县离开后，苏南乱作一团，我和大虎勉强将县衙人聚在一起，但人心惶惶，根本管不过来。药铺涨价，粮食短缺，很快闹起饥荒。城里有人集结地痞流氓，挨家挨户劫粮。县衙人手有限，那些人穷凶极恶，没有理智，杀了很多人。我们的人和他们交过手，各有伤亡。后来他们安分了一阵子，如今县衙人手更少。他们一定是看你们送来药粮，伺机已久才动的手。县长、县尉，药粮找到了！衙役带着一群人往前跑，陆童循声看去，不由一怔。城门下
一列兵马自远而近行来。不远处，马匹拖着几个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人。这是盛京来的指挥使大人，先前在临县平乱，今日路过苏南，顺手擒拿几人。抓到几个小贼，苏南人。是大人，这几人昨夜杀了守库衙役，盗走城中要粮，多谢大人出手擒凶。我家大人在城外遇到这群人，见他们形迹可疑，遂出手捉拿。这些应该就是被盗走的要粮。大人怎么会来苏南？不是你们写信要我来的吗？是下官写信求淇水相助，劳烦大人了。县丞放心，苏南情形陛下已悉知，特派裴大人前来帮扶。我们带来了很多米粮药物和保暖之物，应该能帮得上忙。大人之恩情，下官待苏南百姓没齿难忘。无妨。大人舟车劳顿，下官先带人将这些米粮卸下。依正大人，如今药材找回来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制头颈的避瘟药了？不错，正是要紧。小裴大人年纪轻轻，不知可有婚配呀？若是尚无婚配，待疫病结束，让蔡县丞同你说门好姻亲。我有心上人了。陆彤指尖一颤，哎呦，谁呀？可有做媒定下婚约？可惜不喜欢我。不喜欢大人？哎呦，那位姑娘的眼光竟然这般高啊！不过大人也无需苦恼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老婆子跟人做媒多年，定帮你牵桩好姻缘。小裴大人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娴静的、活泼的，温柔端庄、才学出众，亦或是聪明伶俐、泼辣豪爽？总有一个喜欢的吧？家不家世不重要，我这人呢，肤浅，喜欢长得好看的。周围起哄声更大了，伴随善意的玩笑，陆彤把空碗搁在地上，起身出了门。纪寻见状想了想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怎么不在里面待着？人太多觉得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有句话想和你说。昨日蔡先生说，自打在水井中投入避瘟药后，苏南新增感染瘟疫的人变少了，其中也有避瘟香和香囊的作用，但至少瘟疫没再继续大肆蔓延。是好事。对苏南的其他百姓来说，是；对我们来说，不是。得了疫病的病人，没有一个痊愈，虽然死亡的速度变慢了，可到最后还是会死。常医正先前问过我，不如换一味新药。新药？医正是想如此，但还没来得及与你说。但这眼下不失为一个办法，否则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方子，利所里的病人都会死。翠翠爹昨日听我和医正谈及此事，愿意主动作为第一个尝试新药的人。你让他试药？这对他来说也是机遇，是翠翠爹主动提出。况且我们并不会盲目用药。试药不同，一味未经过尝试的药作用于人身上，且不提后果是否真能有效，或许会带来更深的疼痛。何况他本是病人，我不赞成。若他能成功试出新药，翠翠将来或有一线生机；若不如此，整个利所的人最终都逃不过一死。陆医官，我们来苏南这么久了，至今未治好一个病人。你是医者，明明知道此举并非全无好处，为何不清醒至此？因为做药人很痛苦，身体的痛苦且不提，对未知的恐惧会摧毁一切。我知道你说的有理，但恕我无法赞同。言罢，不再与他多说，转身就走。刚一回头，就瞧见利所门口站着个人。裴云映站在利所前，大片大片雪花洋洋洒洒落在他身上，不知在这里站了多久。
漫天银白飞絮中，一面是欲言又止的纪寻，一面是静静看着他的裴云映。陆童默然片刻，调转步子，往利所前的药筐前走。陆医官，这是今日该换的药囊，您瞧瞧。我好像从前没有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医官，我叫……那人嗫嚅一下嘴唇，下一刻一抹寒光闪过，衙役袖中忽地现出匕首刀尖，毫不留情地直冲陆童胸口而来。陆童心中一紧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另一道凛冽银光骤然出现，紧接着陆童感到自己被人一拉，砰的一声，匕首连同半截手腕齐齐落地。裴云映将他护在怀中，冷冷盯着地上的人，眸中杀意凝聚。谁派你来的？说。是太师大人让我来的。太师让我跟着陆童到苏南，趁机杀了他。大人，怎么处理？拖走。有没有受伤？陆童摇头，正想开口，目光突然定住。满地厚厚的白雪中，有一滴一滴嫣红滴落下来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纪委杀你，会有同伙。我去审人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又侧手换来一个禁卫，令禁卫守着他，也不管左臂伤痕，掉头离去了。陆童看着他背影，目光落在面前的雪地上，他攥紧掌心。陆童回到利所，仍如平日一般给人换过药，又回去宿处继续做药囊。做着做着，就有些心不在焉起来。陆医官，刚才的人审完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是什么结果？嗨，还能有什么结果？姓戚的老匹夫自己死了儿子，非要托其他人陪葬。你前脚离开盛京，后脚就派人跟上去，打算在途中取你性命。若不是我哥有远见，早被他钻空子了。裴云映？是啊，云映哥猜到戚老狗定是没憋着好先，所以在护送医官的护卫们中安排了他的人时时提防，盯得很紧。那些人没有察觉，后来我们也来了，苏南的人更多，刺客更找不到机会，才狗急跳墙的。你别担心，刺客都招了，一共有好几个人藏在苏南城里，现下都已拿下。如今戚家已倒，不会再有人取你性命了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相当严重啊！刚才我们审犯人的时候，他脸色都白得吓人，差点昏倒。殿前司的护卫应当不会虚弱至此，何况我看过他的伤口，不至你说的如此严重。陆医官呐，这你就有些盲目了。我哥先前在淇水平乱，日日刀光剑影，可不是容易事。等兵乱一平，立刻又带着药粮马不停蹄赶到苏南，如此奔波，人本就虚弱，这下一受伤，简直是雪上加霜啊！他受了伤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其实我来找你就是为了此事。我哥审完人回宿处了，常医正在利所忙，叫我寻个医官去给云映哥包扎。我瞧大家都抽不开身，还好你在。陆医官，我把包扎的药和布条都放在门外了，毕竟我哥是为你受了伤，你医术那么高明，把他交给你我放心。那什么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你就先出去了。言罢，不等陆童开口，逃也似的窜出屋去。他跑得很快，陆童再叫已来不及，默了一下，放下手中药囊，走出屋。陆童走了进去，并未开窗。苏南的这个冬日阴沉沉的，白日也像是傍晚，桌上燃着一点烛火，摇曳灯火下，一扇屏风后隐隐显出一个人影。听见开门的动静，对方也没有动弹。陆童捧着药盘往里走，待绕过眼前屏风，就见一道挺拔人影背对着他坐在桌前，只穿一袭墨色中衣，正侧手将衣裳退至肩下，露出左臂上一道淋漓的伤口。桌上放着清水和伤药，似乎是打算自己上药。察觉到有人近前，出去。段小燕让我来给你上药。他伸手去脱裴云映的衣衫，
指尖落在光裸的皮肤上，二人都微微顿了一下，外裳被全然退了下去，露出青年光裸的半身。你怎么不敢看我？裴大人想多了。陆彤用帕子清理过他臂上伤口，他拿过药瓶，将膏药抹在他伤口处，又挑选一条干净白帛替他包扎。一片安静里，陆彤感到头顶那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灼灼令人无法忽略。从我到苏南起，你一直躲着我，怕什么？以为我会一直纠缠你吗？为何派人在苏南保护我？顺手的事，是我让你错失亲手报复戚青的机会，应当负责到底。他总是把这些事说得云淡风轻。陆彤目光又落在他胸前，这是在淇水受的伤吗？快好了，你担心我？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担心？医官，还是别的？陆彤喉头发紧，攥着布条的手不松。他觉得自己宛如一瞬被看穿，不可在这里多待一刻，否则再待下去，以对方的聪明，很难不发现端倪。你的伤包扎好了，我把膏药留在这里，夜里你自己再换一遍，晚点会再送汤药过来。言罢，俯身端起桌上水盆就要出去。陆彤，裴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没什么。陆彤回到宿处。陆妹妹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陆彤茫然低头，不由一怔，一滴又一滴。林丹青在陆彤身前坐下来，替眼前人把脉。奇怪，没什么不对啊。不必担心，许是这几日睡得太晚。我刚才还以为你染上疫病了。不会，我身上并无桃花斑。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你这手臂，我一只手就能圈得过来，脸色也不好看，比在盛京时虚弱了好多。没有的事。陆妹妹，千万别不把自己的身子当回事儿。我等会儿就去告诉常一正，今夜力所值守，别叫你去了。这2日你就在宿舍里面多休息。不必。什么不必啊？听我的，多休息，多吃饭。反正裴云应带了药粮，咱们现在也不是吃不饱，知道了吗？许是林丹青对常进说了些什么，接下来2日常进都不准陆彤再去役所了。不去力所，药囊也不必他做。陆彤在宿处时就开始写疫病的方子。陆彤望着方子，皱眉将上头的药材划去，仍是不妥。三消饮、达元饮加生散三阳精、柴胡、葛根、羌活、大黄。这方子倒是和几医官常医正写的那副新方很像。新方？是啊，疫病迟迟不好，大家商量着换了方子，但这方子有些大胆，丁大哥自告奋勇主动施药。陆彤眉头一皱，他蓦地站起身，背起衣箱就要出门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丁勇。陆彤去了力所。先前常医正说陆姐姐你生病了，所以没来，已经全好了吗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我还担心了好久。陆医官来了。陆彤微微颔首，看向纪寻。纪医官，我有话和你说。